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更换一代进站的引擎吊架，就是这个。那我这一次我选择的是我要换3代的，我要换3代进站的引擎吊架。那基本上1代跟3代的差别就是前面这一颗头，它的体积，它的减震橡胶体积会比较大。那在换之前，我们先来聊，如果引擎吊架损坏会有什么状况？基本上可能网络上有人讲说，就像现在这样子，把车子立中柱，然后去观察它后面的直线性。其实你光看你下架看我的车，这样子是看不出来有歪斜。其实最正确的检查引擎吊架的故障的损坏与否跟损坏程度，你必须让前后轮都着地，就是没有使用任何支撑架的状况下，你让前后轮都着地，然后人站在这一边，你双手扶着龙头，然后用你的小腿这边去顶车子，去侧向的顶车子。因为当你前后轮都着地的时候，前轮是因为有前叉固定住，所以它不会左右晃动。然后我们今天为了要检查你的引擎吊架是否那个间隙过大，就是橡胶损坏，或者说里面那个轴套跟橡胶脱离，所以你2手扶着龙头，然后用小腿去顶这边，你会感觉到你在顶的过程中，你会去感觉到车身会有一个间隙存在。当你如果很轻微，那个可能还好，因为像我目前的状况，因为我这2天在骑，之前我一直以为是避震器。我在换避震器那一片，我有聊到，我在骑的时候，我有觉得后轮会不自主的会有一个摆动的现象，然后我换完避震器以后是好了很多，因为我那只改装避震器左边这只漏得非常严重，然后靠调整已经无法调整2只的平衡，所以我后来就换回原厂的。那在这一阵子骑的过程中，发现后轮摆动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而且你不用说转弯，你光在路上骑，如果压到坑洞的边边，你会发现车子会有这样子，屁股会摇一下的感觉，那种感觉有点像轮胎风不够，然后会摇来摇去的感觉。所以最正确的检查引擎吊架的损坏，就是要用我刚刚跟各位讲的。那我现在示范一次给各位看。一样是这个角度，然后我等一下会走过去那边，我会把中柱放掉，然后我会在那边用小腿去顶它。你们可以注意看，你们可以看轮胎的胎纹跟车身，它会有个角度，会出现一个角度，它不是一个直线啊。你们注意看哦。
我不知道刚刚这样子能不能拍出来那个感觉，就是我在顶的时候，我会感觉得到那个轴心跟横向，它会出现一个摆动，然后会有一个间隙感存在，然后再加上我这台，各位应该也知道，我接手朋友的车，然后这台码表已经转一圈了，所以今天就是来更换这个。好，那我们现在来拆咯。那引擎在拆的顺序，我建议是先把狗骨头松掉，然后因为狗骨头这一边它一头是锁在车架上，一头是锁在引擎吊架的下方的螺丝，所以这颗螺丝一定要先松掉。那另外一边的话，就因为另外一边的这一块油箱的护盖，它会挡到这一颗螺丝，所以另外一边的这一只侧条要拆，然后要把另外一边的这一块放松，才能拆到。我先来松这颗螺丝。那因为我想要让各位能够更清楚的看到所有螺丝的位置，所以我选择就是等一下我会把两边的侧条都拆掉，然后这一块有下护板，我也会想办法把它分开，然后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每个螺丝的位置。好了，两边的侧条跟下护板我就拆开了。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引擎，我不知道螺丝是不是有换过，狗骨头上面是内六角的，然后下面是12的，我会建议就是上面放松，然后下面这一只要拆掉。我先拆一下，然后在要拆下面这一颗螺丝的时候，因为刹车线会挡到。然后刹车线在这一边，它会有一个支撑架，一颗10号的螺丝，把它松掉以后，刹车线会比较松，这时候再拆会比较方便。要不然刹车线一直卡在这边，你在套工具的时候会很不方便，所以这一颗要先松掉。当狗骨头下面这颗螺丝松掉以后，因为这一只螺丝它是贯穿式的，它从那边倒过来是一整只，所以到时候因为要换引擎吊架的时候，必须把这只螺丝退掉。然后在退的过程中，我会建议先把螺丝装回去，要不然你拿铁锤在敲的时候，如果敲击伤不慎，很可能会把那个螺牙伤到，所以建议就是把螺丝套回去，然后这样敲，这样才不会去伤到螺柱上面的螺牙。然后再把螺丝退掉就好了，就可以把那只螺丝整只抽出去。那因为我自己个人的考量，我是选择把狗骨头卸下来，所以我现在在拆这只螺丝。然后因为我手的关系，很多螺丝可能很快就可以拆掉，但是我只能一只手慢慢拆，所以很多拆螺丝的画面我会选择把它剪掉，这样才不会耽误各位时间。然后在拆的过程中，因为引擎这边有中柱会支撑引擎，但是车身没有东西支撑，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会建议就是找个千斤顶，或者说找木头或石块、砖块，甚至拿旧电瓶也可以，先把车油箱下方做个固定，做个顶高，避免说你到时候再拆一些东西的时候，因为引擎吊架只要一下来，整台车就只剩后避震器跟引擎有连接，所以为了避免危险，我建议就是
这边一定要做一个东西支撑住，这样会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你们在拆下面这颗螺丝的时候，如果你们用的是原厂的狗骨头，也可以顺便看一下你的，因为原厂的狗骨头它的自正橡胶这边是有算镂空的，你可以看一下你橡胶的状况，如果不好的话，也可以顺便把它换掉。然后当螺丝顶到敲不进去的时候，拿把细长的工具，就可以把螺丝顶进去，这样狗骨头就下来了。但是狗骨头在下的时候，可能用侧柱会比较方便，要不然这边你的中柱会去顶到它，这样就下来了。因为我的是改装的，所以它的橡胶都是算实心的，目前看起来状况是都还不错，所以我就不用更换。那现在就可以看到引擎吊架下方这边，引擎吊架下方这边就只剩把螺丝打过去，把中间这只螺丝抽掉，下面就开了。然后像这边，因为我在这边没有看到螺丝孔，我就看到一个类似橡胶套的东西在上面，应该是包在里面，我再看一下。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把镜头换过来，排气管这边就可以看到引擎吊架下方的螺丝，它可能稍微会跟这块挡板接触到，所以等下再抽的时候稍微的扳一下，这样就 OK 了。然后再来就是这颗螺丝，然后因为引擎吊架这一头，它外面它螺丝它这个算是安全螺丝啦，它是螺丝，但是它外面这边没办法拆线，它没有像螺丝外面那个八角形那种东西，它是螺母，它螺母是坐在里面这边，所以要从里面要拆里面这边。那这样子的话，我会建议准备这种万向头，然后套14的套筒，从这一边去拆另外一头，然后从那一边拆这一头，这样会比较好拆。然后那个螺丝很紧哦，所以你拆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如果像我一样是用手动工具的话，可能就要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那如果有电动工具的话，要注意你的套筒一定要平稳的套在螺丝上面，要不然你电动工具如果打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把螺丝打坏。因为万向头它虽然方便，但是在使用上要去注意，螺丝套筒一定要跟螺丝平稳的贴住。你如果用电动工具稍微斜一边这样打，这个螺丝可能就报销了，所以这个要小心。然后这颗螺丝真的非常挤，那可能是因为我是老车啦，而且这只螺丝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换过，所以它可能稍微有生锈卡在上面，但是只要一松了就蛮好转的。然后它原厂的螺丝是有防滑设计，可以看到它上面这边边它有一个防止滑脱的设计。然后当螺丝都松了以后，找一把长的，像我是拿长的架杆，然后从这一头去顶螺丝，把它敲出来，就可以看到螺丝就出来了，整个就凸出来了。然后当你螺丝都敲出来以后，就可以想办法把它夹出来就可以了。因为这一只螺丝严格来讲它是有角度限制的，就是
等一下我抽出来给各位看，你们就大概知道意思了。然后这只螺丝它没办法左右旋转，它只能直向的抽，所以你可能拿把一致的螺丝刀顶住外面这个圈的内部，然后靠着车架这边，这样子就可以再把它拉出来了。有没有？这样就出来了。然后在拉的过程中要小心哦，因为车身如果你抽出来的话，如果你下面没有顶，引擎这边没有把它顶住，车台没有把它顶住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车身的倾斜，这个要小心。有没有？它的螺丝前面这是螺牙，但是后面这边是四方体，它这样子它才能去让下支臂呈现它的固定角度。那稍等一下，我去把那边也松掉，然后把引擎吊架拿下来。然后因为我下面我用千斤顶住车身，你不要去顶油箱哦，油箱可能会把它顶凹。在引擎吊架前方这边下面有一个 L 型的一个 U 字形的铁，顶在那边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就把引擎吊架另外一头的长螺丝把它抽出来，这样子就下来了。然后刚刚有个细节忘记讲，就是引擎吊架的这一头，在传动箱这边这边，它有一个铁环，它是扣住刹车线的。这个你要么就是把它扳弯，让刹车线能够脱离，要不然就是要把那个刹车线卸开，把它抽出来。因为我只有一只手，我搬这个搬不动，这个还蛮粗的，这个可能要蛮大力的，所以我就先把刹车线松掉。刹车线松掉以后，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把刹车线跟它分离。这边应该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有个缝，问题是这个好像要抽也不是很好抽。把这个刹车吊环，它是一个铁片合起来，把它松开，它就开了。这一块吊片，这样就分开了，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跟刹车线分离。这样子就拿下来了。应该引擎吊架在网络上的比较图很多，那我就不再赘述了。基本上就是差异就是这个头，它这个头的大小有差异，然后3代的它没有这个支架，这个固定扣，这个铁片，这个3代的没有，然后它的这个大小是差很多，有没有？真的差很多。然后目前知道的网络的消息是说，这一边
就是排气管那一头这边可能会去卡到油箱那边，那这个我等下装的时候我验证看看。然后其他就没什么差异了。然后像我刚刚说这个螺丝是有角度，就是因为铁套这边它里面也是四方形，就变成说你只有，然后车身这边它这个固定座它也是四方形的，变成说它在这边它是只有一个角度它只有一个正确的角度才可以上去。那这边看到它是目前这样看是这个角度看是正方形，那就变成说它只有这个角度才上得去，所以你就不用去担心说它的角度有没有正确与否。然后等一下还有一个细节，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讲。那我先来验证这个头的大小到底会不会跟车身有所影响。好了，各位朋友，在我不断的尝试各个角度各个方法全部都想过以后，我只得到了一个结论，在我这台车上是没办法改3代的引擎吊架，真的就只能装原厂的。原因2个，第一个原因是这一支就是传动箱的进气通风管，它这一头的固定架，它的螺丝在这边，它坐在这边的里面。如果你们有机会拆到的话，你可以摸到里面，这个里面就是这一块的另外一头，它有一颗10号的螺丝在那边，然后它刚好会挡到这一边，挡到这个头。然后就算你把螺丝拔掉了，这一支导管的固定座也是会挡到。然后你就算把这支导管整支拆掉，还是上不去。那这个就是第2个原因了。因为我刚刚是不是有聊到，在这边有一块橡胶片，然后它的下方这一支铁管，我刚刚是不是说要顶在这支铁管，不要顶，才不会去伤到油箱。然后重点来了，这一块那一块它很厚，然后它是直接焊接在车身上，那一块也会挡到它。这个用敲的真的敲不进去，如果你敲进去，车身会歪掉。所以我得到的结论就是，3代大头的引擎吊架绝对上不去1代的车身上，至少在我这台车是这样子。因为以引擎号码来查，我这台是1代的，正1代，可能或许在1代后期，听说1代前期它是属于有点类似像进口车那样子，它整车的进口，它整车零件的进口比例很高，所以网络上流传说1代可以上3代，可能他们是属于1代比较后期啊。那至少在我这台上面我是上不去，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2个点，一个是进气导管螺丝，那
你除非把这一支拔掉，把这支导管拔掉，连螺丝都拔掉，才不会挡到。问题是你就算把这个拔掉了，它那个焊接的那个 U 型座，那个我大概摸了一下，它的铁板厚度大概这么厚，而且它是也是形成一个 U 字形，它是整个去固定两边这个，它必须去支撑这一块的强度，所以那一块如果你去切割或者是把它敲凹下去，很有可能这一块的强度会减弱。所以在我这台车上，可能因为网络上有人有尝试过，他们说上得去，那很有可能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有流传说正一代它有分前期跟后期，可能因为以引擎号码查出来，我这台车是一代没有错，但是怎么说？我这台车我记得我是一代前期，算蛮早期的。然后如果真的要上3代大头的引擎吊架的话，真的是不可能，因为你为了上这个东西，你去牺牲掉这一块的稳定性，我是觉得真的是不划算。那一个真的敲不进去，那一块真的很厚，我刚刚又给各位看，那块真的很厚，要敲进去真的是不是简单的事情，而且就算敲进去或者切割掉两边的这一块，它的固定座，引擎吊架的固定座，这个强度可能会有影响到。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稍早是不是有跟各位聊到说，去测试引擎吊架的间隙，我发现是这个在进站车上，它引擎端这边的引擎吊架，它这边是用滚珠轴承，反而有可能是这一个这个铁套，它是套在这边，有没有看到？它会晃动，很有可能是这个磨久了，而且也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颜色，这边是没有磨到的，这边是套在滚珠轴承上，所以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块磨损的关系，导致它的间隙比较大，或者滚珠轴承本身的磨损导致它的间隙产生。有没有？都很松。有机会，如果你们有猜到的话，就应该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了。所以今天这个引擎吊架的更换，顺便也验证了网络上流传的一代进站更换3代进站的引擎吊架，在我这台车是绝对不可能，因为那个工程太浩大，你必须去把下面那个固定座做修改，而且那个修改的幅度应该要蛮大的，那个可能整个引擎要下掉，整个车身要放倒下去做修改做切割才有办法上去，然后还要把这支进气导管移除掉。好啦，那今天这个实验虽然失败，绝对上不去，那我就继续我后面复原的动作咯。那今天这个引擎吊架的算是留言算破解掉，没办法上去。好了，谢谢各位，拜拜。